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人在职场，人际关系很重要，人际关系不好，往小了说，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情绪，产生郁闷、烦躁、焦虑的心理。人长期处于这种情绪之下，不会有很高的工作效率，甚至可能产生健康问题。往大了说，人际关系搞不好，会导致自己逐步被边缘化。一个被边缘化处理的人，除非你的背景和关系过硬，否则领导肯定不会重用你。职场自古就是人情社会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。团结同事，有集体意识，也是很多单位晋升使用的标准。这一点，相信体制内和国企的小伙伴们都深有体会。很多时候，本来应该轮到你的机遇，本来应该是你的机会，就因为很多员工的强烈反对，从而不了了之。这种情况很常见。我一直说，人的能力分三种，一种是背景和资源，这个不做讨论。借用那句经典名言，很多东西出生没有，也就没有了。第二种是能力，过人的能力，别人轻易无法替代的能力，公司离了你不可。这种情况可以不重视为人处事、人际关系。第三种就是绝大部分的职场人也有一定的能力，但是不至于逆天。这时候搞好人际关系，笼络人脉资源就显得很重要了。搞好职场人际思维，讲究一个尺度，既不能太好，也不能太远。太好了，从同事关系往私下关系延伸，很多利益冲突就不好协调。太冷漠，那么很多关键时候他不一定会帮你。因此，职场高手都知道人际收放之术，也就是始终控制在不远不近的距离，控制在关键时候对方不得不帮你的地步就行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搞好职场人际关系呢？很简单，掌握3个要点就可以了。一、不过分热情。很多职场新人进入职场后都会犯一个毛病，就是对人特别热情，尤其是对领导和职场老人非常热情。这其实没有必要，太过于热情不是好事，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觉得你很好利用，不知不觉利用你，为他做事，为他背锅，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完全换不来任何友谊。保持不卑不亢就行，不要主动讨好任何人，也不要主动得罪任何人，顺手而为的忙能帮就帮，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和任何人平等的视角来看待。搞好人际关系绝对不等于讨好别人，职场跪舔最后只能把自己变成老实人，不敢反抗，不合理安排，总是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变成这样就不是搞好人际关系了，就是被人情世故所连累了。所以职场新人想要被重视，想要搞好人际关系，第一步就是不过分热情，不卑不亢，重视自己。2、明面上和同事打成一片。和同事打成一片，保持其乐融融很有必要。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，能够使你的工作变得开心。人在开心的情绪中才能保持效率，才能够学习和进步，才能具备保持前行的勇气和决心。所以一定要和同事们明面上搞好关系，能顺手可为的事情就一定要帮忙，不要害怕帮助同事。雪中送炭很不容易，但是锦上添花就相对容易多了，也是花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善意，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投资。但是雪中送炭就要谨慎得多，这意味着很可能要牺牲自己的利益。一定要记住，只对值得的人，最好是帮助过你的人。要明白，不要轻易送去高价值的善意，一定要用在刀刃上，总是随便送出去，你的善意也就不值钱了，更没人当回事儿了。同时和同事明面上打成一片，侧面还反映出你是一个能够融入集体、具备集体意识的员工，在某些晋升环节上不会因为这方面吃亏。3、私下里和领导搞好关系。如果说和同事的关系要做在明面上，那么和领导的关系一定要在私下里，也就是暗地里和领导保持紧密联系。原因很简单，一方面要为自己争取机会，另一方面也要保护自己。职场中领导，尤其是级别高的领导，都是非常敏感的。如果你不是他的心腹，最好不要明面上经常围着他转，会引起他的反感，觉得你没有尺度，怀疑你的意图，甚至会觉得你这个人功利性和欲望太强。你要明白，如果你给领导造成一个印象，
你的欲望和野心太强，领导就会很顾虑你了。另外一点也是保护自己，总是围着领导，会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，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想要晋升、想要提拔的人。一些在晋升关键节点的人，更是会高度关注你，猜测你是不是想要取而代之，或者说什么坏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很难不被人针对，所以要记得保护好自己，但是一定要私下搞好关系，最少让领导觉得你会来事儿。在某些关键的时候，领导心中第一个浮现你的名字，你就赢了。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，职场中人际关系非常重要，是职场普通人能够争取机遇的最快捷径。你可以有性格，可以锋芒毕露，但是一定要重视人情世故，不要被生活毒打了以后才明白这些事情的重要性。